歼 20BS 到底有何优势？为什么会被称作 5.5 代机？双座战斗机相比单座有哪些优势？歼 20BS 有可能改变空战规则吗？近日，美国防务新闻又针对中国的第5代战斗机歼20发布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称，中国的歼20战斗机可能迎来新的改进，具备装备新型武器和指挥无人机的能力。歼20这次的变化不仅仅是提高了战斗机的性能，更是对中国隐形战斗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或将能把中国空军隐形战斗机的技术水平提升到 5.5 代档次水平。也就是说，歼 20BS 有可能成为世界首个 5.5 代战斗机，中国空军离第6代战斗机又近了一步。歼20战斗机自2017年正式服役以来，一直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歼20与 F-22 的比较也从未停止过，两者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第5代隐形制空战斗机。虽然在歼20刚刚服役阶段，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距，但随着近几年歼20不断改进的消息传出，歼20战斗机的性能也是不断提升。就像美国媒体所说，歼20的改型已经成为了世界首个 5.5 代战斗机。近年来，对于歼20战斗机改装的消息是层出不穷。去年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歼20要出双座版，也就是歼 20S， 并且该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网络上也有拍摄到的歼20双座版的试飞图像，这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因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第5代战斗机都是单座版本的，如果歼20双座版正式服役，那将极大程度上的提高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今年年初，双座版的歼 20S 也换上了中国空军的新涂装进行了试飞。可能大家会有所疑问，单座版与双座版只是多了一个座位，其对战斗机整体性能的提升能带来多大的影响？首先，双座版的歼20大大提高了空中作战能力。在战斗机被发明出来的时期，双座版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战斗机飞行员既要操控飞机稳定飞行，还要控制瞄准开火投弹，一个飞行员是没办法稳定控制战斗机来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战斗机一般都是2个飞行员配置。但伴随着雷达技术和火控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逐渐成熟，大大解放了飞行员的操作限制，单个飞行员就能完成战斗机的全部操作内容，所以战斗机的发展又逐渐成为了单座的模式。但第5代隐形战斗机的出现，又将单座模式的操作限制暴露了出来。因为第5代隐形战斗机的最大特点就是第5代航空发动机的使用，以及低可侦测性技术的全面运行。这2方面的发展与应用，让战斗机具备了高机动性、先进的航电系统、高度集成的计算机网络、优异的战场状况感知能力以及信息融合能力。简单的说，就是战斗机的性能更加优秀，功能更加齐全，操作自然也就更加复杂了。单个飞行员要在保持飞行的同时，处理的有效战场信息数量也将成倍的增加。单座战斗机的劣势在此刻就凸显出来了，但这一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当今世界综合性能最佳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 F-22 猛禽也一直是单座的版本。但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系统和雷达技术、火控自动化技术确实可以弥补单个飞行员的操作限制，但这并不是 F-22 没有双座版本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是 F-22 没办法改进成为双座，这并不是美国不想，而是没办法。F-22 没办法改进双座有2个原因。第一点， F-22 战斗机的制造成本过高，俄罗斯和中国第5代战斗机的计划延迟导致的缺乏清晰空对空作战任务，加上 F-22 战斗机的出口禁令和一些其他的使用计划，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 F-22 战斗机的生产计划提前终止。第二点， F-22 战斗机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物，其整体的战斗机舱内结构设计并没有未来加装驾驶舱，因为21世纪的航天发展太过迅速，谁也想不到空对空作战的形式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F-22 的整体结构不允许其在加装驾驶舱上进行改进，所以如果美国需要双座的战斗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再重新设计研发制造一款新的5代双座战斗机。但在6代机时代越来越近的今天，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建造一架5代战机显然是不划算的。为什么说美国也需要双座的战斗机？因为美国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下一代空战模式中程僚机这个战斗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有人隐形战斗机与多架无人隐形战斗机协同作战，组成战斗机群组。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下一代空战体系的发展方向也如美国所说的那样，已经渐渐清晰。多数量的半自主无人机搭配高端有人指挥控制机作战，两者相互补充。多架无人机扩大探测范围，尤其是反隐探测范围，并且携带多种对空和对地武器，补充有人战斗机的有限弹仓和武器数量。无人机成为了有人战斗机的延伸，成为了有人战斗机的眼睛和手，同时为有人战斗机提供更大的探测范围和更强大的火力支持。这种无人机与有人战机的协同作战体系，大大增加了战斗机驾驶员的操作需求，得同时兼顾飞行、攻击、数据接收、信息分析，以及与无人机的配合和无人机控制。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单个飞行员能够完成的任务范围。而双座的战斗机由2个飞行员相互配合操控，就能够很好地胜任这种协同作战的新空战体系。同时，无人机的类别很多，不同无人机的搭配和更好地适应不同作战任务以及作战环境。像负责对地攻击的攻击11无人机，负责制空的超音速岸舰无人机，负责侦察探测的无侦系列无人机，甚至作为弹仓和诱饵的中程僚机等廉价无人机。这种不同种类无人机与有人战斗机的协同作战，将空战体系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高度。这也就是未来第6代战斗机的发展方向。而之所以歼20的改型能够被称为 5.5 代战机，不仅仅是因为其双座，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对歼20的各方面性能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处理和改进。像前段时间就有歼20换新的新闻爆料，后续的歼20战斗机都要换上中国自主研发的大推力发动机，这将给歼20的飞行性能带来巨大的提升。同时还有网络上一直讨论的歼20的改型歼 20B。 据了解，歼 20B 搭载了新型的雷达和火控系统，还换装了新型的定向武器。这种武器是一种雷射激光武器，可以发射高能激光束锁定摧毁敌方战机。这种激光不同于空对空导弹或者子弹，其几乎没有任何的延时效果，发射的瞬间就可以作用在被锁定的战机上。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将会把双座版的歼 20S 与改型歼 20B 进行完美的融合，也就是具有先进武器和雷达火控系统的双座隐形战斗机。歼 20BS 本身的空中作战能力就十分优秀，加上2个飞行员的相互配合，与多种多功能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新型空战体系，将全面加强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中国多年来的航空技术研究和积累，最终实现了在战斗机领域的弯道超车。